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今天的这个影片，我们要来看的这一株兰花是一株迷你蝴蝶兰，它也是我在我当地超市购得，已经养了好几年了。那这棵兰花其实大家应该有一段时间没有见了，因为呢，这个影片会有它上一次的开花周期跟这一次开花周期的照片还有影片片段。原因是因为呢，我之前不是有给自己休假了一段时间吗？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应该要发布它这个兰花上一个开花周期的影片呢，我就是一直没有发布，所以这次呢就一并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跟欣赏。虽然是超市兰花，那也因为是超市兰花，所以没有名牌哦，所以它的父母亲本就无从考究。但是呢，这棵兰花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品项，基本上在超市里面，只要有卖小型、迷你型蝴蝶兰的地方，应该都能够看到这一款兰花。它的颜色非常的讨喜，每一次它开花的时候都会让我觉得非常的喜气。这个跟呢，在台湾如果过年过节，然后有兰花的地方你应该都能够很容易看到这种兰花颜色，因为它就是一款接近红色的紫红色或桃红色这样的色调。那这棵兰花在上一个兰花开花周期呢，它是来2个花梗。当然2个花梗它的花量就比较多看起来比较热闹，但是其实每一个花梗开出来的花苞，我觉得没有它一个花梗那么多花苞来的就是好看。可能是因为它营养不够，那又要长2个花梗，所以它每一个花梗上面的花苞数量感觉就没有以往那么多。那这边就是它的一个影片片段。这棵兰花其实比较好玩的是，它2花梗或1花梗的状况都出现过。我买回家的时候，第一次我记得就是1花梗，然后再来就有1、2次会有双花梗，然后这一次又是双花梗，所以就是不一定。不是每一次都一定是双花梗的出现，但它带有这样的基因，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因为有些其他的兰花，它再怎么养，它就是单一花梗出现。那这边是它里面的介质，我用的是一些火山熔岩，这是我比较早期会使用的介质哦。那还剩下一些，我就继续沿用。我里面还是有丢了一些小颗粒的这个 mantle clay， 它就是比较像是陶土烧制的这种小颗粒的介质，它蛮有吸水性的，它不像火山熔岩就只是表面孔洞比较多，但是它整个石头它是不会吸水的，只是它表面的部分可能会就是能够让有一些水分的残留，但它本身石头里面是没有水分的。那我用的这个容器呢，其实它就是 clay 的这个材质，所以是瓦片的那种材质，瓦盆。那外面一样是照一个小的塑胶杯当做承接水的这种容器，那是专属这颗兰花来使用。所以每次要做浸泡或是浇完花，然后发现底部有水的时候，我觉得都是蛮方便的，不用让我太担心。开完花之后，我决定对它进行做换盆。那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它里面的介质了，有一些火山熔岩，有一些大颗的发泡类石类的颗粒叫做 hydrocorn， 然后跟小颗一点的叫 mantle clay。它的根系没有很多，你看到这边其实就几根，所以我决定呢换了一个容器。那这一次呢完全就是使用发泡炼石的 hydrocorn 还有小颗粒的 mantle clay， 我就没有再使用火山熔岩了。那把它种到这个小一点的塑胶杯子里面，因为呢我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塑胶杯，然后就是保存多一点的水分，让它能够开根
因为陶盆这种盆它其实很透气，所以它散发水分会比较快。那因为在上一颗那样的上一次开花换盆前的那个根系没有那么好，我就决定要换戒指之外要换容器，看看能不能对这颗兰花有一些新的比较好的刺激。那换完盆之后呢，1年过后它又重新来花，那这一次呢来的是单花梗，不过呢我比较喜欢这颗兰花单花梗的样子，而且这次的花梗啊它有比较粗，所以我觉得这颗兰花是有在健康上面有做进步。这株兰花这一次的开花周期单花梗，所以它的花苞的数量稍微多一些，那看起来呢也比较整齐一点。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一次它单花梗开花出来的样子，比起上一个开花周期啊，这一次我觉得比较容易欣赏。那上一次的开花周期那2个花梗的花就是比较纠结在一起，比较没有那么的漂亮。那这颗兰花它的养护得到的水分啊，也是1/4杯。其实我很多的兰花给的水量都是控制在1/4杯哦，除非说它真的是容器非常的大，或者是有一颗是非常大型的兰花，那我可能就会用半杯水，1/2杯，或者是说冬天的时候呢，所有1/4杯水的兰花我都会甚至降到1/8杯，所以就是看季节，再来就是它的大小，然后跟容器大小还有介质的不同。如果是比较保水的这种水草纯水草的介质啊，你可能一次水分也不要给太多。那如果是杯底有洞的，然后它的容器比如说是比较会吸水的陶盆啊，那你可能可以水稍微给多一点还可以。但是如果是杯底没有洞，已经有蓄水池，那你水分其实就不用给那么多，等等等。好，那这边其实再回到这颗兰花上的话，就是它的根系换完盆之后长到现在是还算 OK， 但是没有我想象中的期望中的那么多，但是呢至少还是有开花。那整体上来说也只有最老的一片叶子呈现一点自然的这种干枯所以我觉得情况来说，这颗兰花它的叶展呢叶子的大小也都算是非常的正常，所以整体上来说还是不错的表现。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